减重市场的竞争真是日益白热化了，现在竟然连标靶药都开发出来了。今天就是要来跟各位分享这一则重磅级的消息，并且把各家的瘦药跟各位好好的比一比。您一定要记得听到最后哦！欢迎您来到心灵咒语我的频道，我是星际律师和正平医师王丽慧。每周三我都会上传一则新的影片，跟各位分享医学新知。但事先要声明的是，我跟以下3家药厂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我们知道呢，这些瘦药或者是瘦针，都是因为要去治疗糖尿病而研发的。只是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发现他们竟然附带了减重这样的一个好处，所以呢就转了一个方向，把它开发成是减重药。那么到底呢降血糖跟减重为什么有这么重要的关系呢？就要来了解一下胰岛素的功能。那胰岛素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血糖把它分配掉，那血糖就可以下降。那分配到哪里去呢？如果分配到肝脏跟肌肉的话呢，就是储存成肝糖；如果分配到脂肪组织的话，就是储存成脂肪。这些都为了以备不时之需。如果你的身体经常处于高糖分的状态，那么你身体的小小的发电厂，我们叫做粒线体，它就会觉得太多了，它处理不了。所以当胰岛素把这些糖分送过来的时候，它就直接把发电厂的大门关起来，拒绝接受。那这个时候呢，胰岛素就在门外吃了闭门羹，这我们就叫做胰岛素阻抗。那很多人他是胰岛素阻抗而不自知，因为呢，各位在抽血的时候常常只有验空腹血糖，或者是可能会验一个叫做糖化血色素，但是呢，你们都没有验空腹胰岛素。那这里跟各位介绍一个 HOMA-IR， 它就是去评断你有没有胰岛素阻抗。它需要的是空腹血糖的数值乘以空腹胰岛素的数值，乘起来之后除以405。如果你的数字小于 1.4， 那么它就是正常；如果 1.5 到 1.9， 它就是轻度的阻抗；如果是大于 2.0 的话，那就是重度的阻抗了。那你说阻抗会有什么问题呢？阻抗就是糖尿病的前兆。科学家们就开始觉得胰岛素阻抗已经是非常常见的事情了。我们在往胰岛素的方向走，这些人呢也不会有什么血糖的改善，因为呢你的发电厂已经把门关起来，拒绝胰岛素了。因此他们就转去开发别的跟血糖有关的东西。我们这里看一下，跟血糖有关的东西，除了胰岛素、升糖素之外呢，还有肠泌素，还有一个叫做胰岛类淀粉生态。现在这些呢，已经几乎全部都用上了，用来开发治疗糖尿病，跟用来开发治疗减重。那我们说到这个肠泌素其实肠泌素它的英文叫做 incretin， 它呢在降血糖的功能上面几乎它是占60%，胰岛素是占40%，也就是说呢，它其实呢对于降血糖的效果比胰岛素更重要。那么科学家现在就是一直在使用这个肠泌素来开发出新的药品。那我们知道呢，肠泌素里面又分成这2款 GLP-1 以及 GIP。那拔得头筹的减重药是丹麦这家药厂开发出来的，就是用 GLP-1 来做他们的一个主要的强项。可是呢，后来美国礼来呢，他们不但是用 GLP-1， 他们把 GIP 也放进去了，所以他们家的减重药呢，跟糖尿病的药号称是双重肠泌素。双效的意思。它既然有这2款，到底它们之间的差别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呢 GLP-1 它当然就是会有降血糖的效果嘛，然后它会有促进你的胃排空变得比较慢，也就是让你的胃饱不会让它那么快就消化跟往下传，所以它就是减少你的胃排空。可是呢，我们看到 GIP 它就不是胃排空，而是抑制你的胃酸分泌。所以呢，当美国礼来把这2款放在一起的时候，它的效果就是呢，会减少 GLP-1 这种肚肚、恶心、呕吐、上涌的副作用。所以呢，美国礼来加入 GIP 也是有它的道理。那我们再看到呢 ，GIP 它另外有它的好处，是它会促进骨骼的生成。这个的话呢，在 GLP-1 是没有的。但是对于升糖素来讲的话 ，GLP-1 它是下降升糖素，而 GIP 呢是上升升糖素。但是因为呢，美国礼来是把2个一起用，双重肠泌素嘛。所以呢，它又彼此抵消，也不会真的造成升血糖。那它们2者呢，全部都会促进你的胰岛的细胞就是专门在分泌胰岛素的那个贝塔细胞，促进它的生长，减少它的死亡。所以呢，光是这一点就可以使胰岛素又更增加了，所以又帮助呢血糖的下降。然后在脑部的作用的话呢 ，GLP-1 就是呢，除了帮助你吃东西的记忆维持住之外呢，它还会帮助你可以呢抑制食欲。然后 GIP 这边的话就是有帮助你记忆，这是它们之间的一些不同。
那不过我们不得不说呢，美国礼来确实用了双重肠泌素之后呢，它的效果是超越丹麦的药品。它在40周里面，它可以使它的糖化血色素90%以上的人都可以降到7以下，50%的人呢可以降到5.7哦，5.7对糖尿病来讲的话，这个糖化血色素是很漂亮的。然后它的体重呢，甩掉体重6到9公斤，那这个是效果确实是很好。但是呢，诺和诺德呢，当然也不会让美国礼来专美于前去挑衅它的龙头地位，所以它也马上就开发出了另外一个新的药，而且专门呢启动了一个临床试验，就是针对美国礼来的。把他们原来用的单一肠泌素GLP-1，现在加上了 amylin 这个东西，这个就是胰岛类淀粉生态。他们加下去之后，然后呢，故意去跟美国礼来药厂的 Zepbound 这款药来做比对。那这个实验目前已经做到第3期了，我们可以看到呢，在丹麦的这家药厂GLP-1 加 amylin 的这个效果呢，他们是32周就可以下降体重15%。然后我们看到美国礼来的这个 Zepbound 呢，它的效果呢，它是72周可以下降15%，要用到最大剂量的话，72周才能够下降到20%。那你光是这个时间的长短，你就整整比人家多了1倍都不止。然后人家丹麦是不是8个月就可以达到这样的功效？所以呢，如果这个第3期的实验完成之后呢，丹麦又可以把礼来又再一次的打压下去。不过跟各位解释一下的是呢，美国礼来的是在台湾都还没有上市。那美国礼来其实也不急，他们目前制药的这个数量呢，已经在美国就供不应求了啦。所以台湾这个市场他们还没有进来，他们也不急，因为他们也预备要能够再更大量生产一点，再来全面的再推广。今天要跟各位讲一下瘦药比一比，就不得不提到瑞士的药界巨头罗氏，他们呢也公布了他们第1期的临床实验报告，一公布之后股价就应声上涨。当然不能够让丹麦跟美国专美于前，瑞士这个罗氏药厂可是世界1等1的大哥啊，所以呢他们也开发出了有口服的以及呢有打针的。那么打针跟口服的这2款打针的话，这个6个月的话还可以甩肉18.8%平均哦，每一个参加的人他至少都可以瘦5%，其中有45%的人其实是瘦到20%。然后再看口服的，因为他们也开发出来口服的。那口服的这一款的话，它只要是4个礼拜，它就可以减6%，非常的快哦，就是1个月之内你就可以下降6%。我们通常在做减重的治疗的时候，我们是说3个月之内你可以减5%就已经算是成功了。但是你看罗氏这一款，光是口服它都可以在1个月之内就帮你减6%。假使你是100公斤的人，1个月减掉6%的话，你不是就减掉6公斤了吗？这已经算很多了。假使你是60公斤的人的话，1个月可以减掉6%，是3.6公斤，也是非常漂亮的。所以罗氏这个也是指日可待。罗氏这个打针的，他们是 GLP-1 加上 GIP， 然后口服的这个是单纯的 GLP-1， 但是他们说他们的 GLP-1 走的是一个特殊路径，所以呢是比你内生性的 GLP-1 的效果更好，非常专对性的意思。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跟各位介绍到最重磅级的消息了，这个呢是真的令人惊讶的。我们想要减重，那我们不但要瘦到体重，我们要瘦到脂肪。如果你发现这样的一个减重药还可以顺便让你增肌，你有没有觉得非常神奇呢？等于就是你可以躺着增肌减脂，非常的适用于我们这种懒人来减重，而且呢完美的达成你又有肌肉，然后呢又可以没有脂肪的这种完美身材。这一款重磅级的标靶药叫做 Bimagrumab， 标靶药的正确名词呢就是抗体药，所以它是一个专门针对某一个靶来打的一款药。那这在2021年的时候 JAMA 就是美国医药期刊就已经公布了它的效果。礼来就是发现到它的神奇，所以呢花了20亿美元把这款药收购了。现在呢这款药已经在礼来的手中，它就会在它目前的减重市场里面派上用场。我们来解释一下它的效果，它可以让你减脂至少20%，然后呢增肌将近4%，并且呢在完全停药之后12周都没有反弹，这不是都是符合我们的期待吗？要瘦掉你的脂肪，要增加你的肌肉，而且不可以反弹，这个都是我们最需要的。所以你看这个真的是不是礼来的秘密武器？那到底这个机转是怎么回事？我们就要介绍到 ACT接受体第2型这个东西。 ACT 接受体第2型呢，是我们身体里面肌肉跟脂肪之间代谢的一个关键枢纽。那 ACT 接受体第2型呢，如果被激活了，你就会呢肉就变少了，然后脂肪就变多了。那反过来，它现在针对 ACT 接受体第2型把它
开发出了阻断剂，直接去攻击这个靶，然后阻断它，是不是你就可以养肌肉，然后瘦脂肪？这就是它神奇的地方。现在李来买到的这一款药呢，可以同时的阻断 ACT 接受体第二型的 A 小分队跟 B 小分队，所以它的效果又更加的显著。那我们这里给各位附上2021年的时候 ACT 接受体第二型阻断剂的期刊报告，还有2024现在最新发表的，在今年2月 ACT 接受体第二型的一个期刊发表。那么希望它能够到第3期实验完全完成的时候呢，还是保持如此美好的状态，真的就让我们觉得是减重是躺在床上就能做的，然后所有的懒人梦想成真，每个人维持窈窕健美跟健康。如果您听到这里觉得有帮助的话，请您帮我按赞、分享跟转发，感谢您。